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每日趣味中文频道，我是明明。我是月月。我们继续探索中国传统艺术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中国刺绣，英文叫 Chinese embroidery。刺绣是更立体的画，是用针和线创作的艺术。刺绣很漂亮，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完成。对，刺绣是非常细致的中国艺术。我们前来欣赏几幅美丽的刺绣。这幅作品来自中国的西部，四川，看起来像照片一样生动。哇，真是太漂亮了！你看，猫咪和鱼都像真的一样，还有漂亮的荷花。这一幅花和鸟的刺绣来自中国的南部，广东。上面绣的花和鸟好美啊！而这一幅呢，是绣在丝巾上的牡丹花，在中国苏州和杭州是很常见的。哇，真是太漂亮了！我好想要一副这样的丝巾。刺绣很美，要制作它可一点都不简单。要用针一点一点在布上勾画，持续几个星期，甚至几个月到1-2年，一直到画面在布上浮现出来。听起来需要很好的耐心。没错。那刺绣是什么时候发明的？刺绣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，根据记载，4000年前就出现了。这么早？那时候的人为什么要刺绣呢？一开始是为了装饰衣服，那时候的刺绣很简单。所以刺绣是从生活中发展出来的。对。后来人们开始追求更细致的装饰，刺绣就慢慢变成一种艺术。我听过古代有些衣服上有龙啊、凤啊，很华丽。对，上面还会绣花、绣鸟、绣山水、绣云，有不同的图案。这些图案很多都跟祝福有关，或者代表社会地位。明明，我发现中国人很喜欢用图案表达心里想说的话。大家都说刺绣是中国指尖上的艺术。对，刺绣需要非常细致的手艺，要制作一幅好的刺绣，用到的线比头发还细。哇，那要非常仔细才能看清。对，所以做刺绣的人通常很认真，每一根针和线都不能出错。刺绣的时候还要不停地换不同颜色的线。对的，刺绣是用手工完成的，所以要保持心情宁静。一幅好的刺绣可能要几个月、几年才能完成。那刺绣和画画有什么不同？刺绣是布上的艺术，有一种立体感。它使用很细的线来表达细节，比如动物的眼睛、鱼的尾巴，用到的线比头发还要细。用这么细的线，每一幅刺绣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。对，而且每一件手工刺绣都不一样，这也是它特别的地方。中国这么大，不同地方的刺绣风格是不是也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，中国有一些很有名的刺绣，比如苏绣、湘绣、越绣、蜀绣。这些名字大多来自地名吧？对的，苏绣来自于苏州，湘绣来自湖北，越绣来自广东，而蜀绣来自四川。不同地方的刺绣，颜色、图案、风格都不一样。比如有的喜欢绣动物，有的喜欢绣花和鸟。对，有的细节很丰富，像画一样；有的风格很热闹，颜色很明亮。那刺绣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刺绣这么美，使用的工具其实很简单，主要是针、线和布。还有剪刀吧？对，还会用到绣框，一个圆圆的木框，把布固定住。为什么要用绣框呢？绣框用来固定布，这样下针会更稳，线也更容易走直。工具准备好了，你想绣什么？花儿还是小动物？一朵小花吧。好的，我们要把小花的图案画在布上。画在布上？我以为直接绣在布上呢。哈哈，画画要打草稿，刺绣也需要布上画下线条。
我明白了，有了草稿，刺绣的时候就不容易出错。对，现在我们要选择线的颜色，然后把线穿过针眼。我们就选红色的线吧。好了，我们开始绣了。一针一针用线描绘图案。那颜色怎么画呢？要换颜色的时候，就把线剪断，再换一根新线。听起来挺麻烦的。是麻烦，所以需要很好的耐心，可能要花费几天，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完成。我们还要把背面的线头处理好，不要乱。原来刺绣的背面也要干净。对，很多传统刺绣很重视背面，因为这也是手工艺的一部分。我还有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些刺绣看起来像真的动物？这跟刺绣的细节有关。比如说，首先是线的粗细，线越细越容易做出小细节。中国的手艺人可以把一根普通的线拆成48份，用这么细的线可以做出更好的细节，但刺绣的难度也更高了。然后呢？是针走的方向，同一个地方线往不同方向走，线的反光也不同。反光？对，绣好的线会反光，你从左边看，从右边看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所以刺绣不只是图案，还跟光有关。对，最后是颜色的过渡。好的刺绣不会突然从红变成白，它会用几种接近的颜色慢慢变化。就像画画的颜色渐变。对，你看，刺绣其实结合了手工和画画的技巧。难怪它能成为艺术。现在的刺绣经常出现在节日、婚礼或者家庭里，比如过年，人们喜欢穿新衣服，家里也会有新的装饰。刺绣会出现在衣服、鞋子、枕头上。婚礼呢？婚礼更常见，中国的女孩子会为结婚准备一些刺绣的东西，比如小包、枕套、被子的一角。这是不是一种祝福？对，也是对新生活的期待。图案通常也会选代表美好意愿的，比如双喜、鸳鸯、花和鸟。那在家庭里呢？在很多家庭里，刺绣是女人们的社交，她们一边聊天一边做刺绣，它代表一种家里的温暖。我突然想到，刺绣不只是作品，也是一段共同度过的时间。说得太对了，刺绣把时间留在布上。那到了今天，还有人做刺绣吗？当然有，而且刺绣在生活中越来越多了，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发现它。衣服、鞋子、帽子、水杯。这些刺绣也都是用手工做的吗？不一定，现在有机器可以帮助人去刺绣，让更多刺绣出现在我们生活中。仍然有很多人喜欢用手工去做刺绣，用针一点一点完成一幅作品，这个过程让人感到心灵的宁静，像一种放松。对，刺绣是自己在做真实的东西，不是手机里的东西，而是手里摸得到的。对，刺绣是一种文化的记忆，我们做它，学它，就像跟过去的人对话。我发现刺绣会用在很多地方，除了衣服，手机壳上都有刺绣。对，这就是现代的表达。传统艺术可以用新的方式出现。那是不是也可以把刺绣做成画框，挂在墙上？可以，而且非常受欢迎，因为它比普通画更有立体感，也更特别。我觉得这就是文化承载。对，刺绣不是只属于博物馆，它也可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好了，在今天的视频结束之前，我们回顾一下，刺绣是什么？刺绣就是用针和线在布上画画。它很细，很慢，需要耐心，也需要静心。它在传统里代表祝福、家庭、节日，还有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在今天，它可以是一种放松方式，也是一种文化记忆，还可以用在衣服、包、装饰上，让传统变得更接近我们的生活。如果你看完以后
对刺绣有兴趣，可以从最简单的一朵小花开始。不需要追求很完美，重要的是你愿意开始。没错，传统艺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练习，才能做到完美。希望我们今天的对话让你了解中国传统艺术刺绣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点赞、关注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你最想了解哪一种中国传统艺术。我们下期见。拜拜，下次再见。